何娟在家吃晚饭，刚吃到一半，叮咚叮咚，门铃响了。开门一看，果然是老公牛飞马。牛飞马进了屋，直接走进客厅，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上。何娟纳闷，牛飞马平时可是最讲究了，回家必须换拖鞋，今天怎么直接进屋了呢？而且这是出差10多天刚回来，按以往的习惯，小夫妻俩怎么也得先亲热亲热，今天他却冷着脸，理都没理自己。老公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你是先洗澡还是吃点东西？下飞机的时候不是打电话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跟同事一起吃过了。哦，那好，你先歇会儿，我把饭吃完。说着话，何娟回到餐桌前，坐下继续吃饭。他们家的餐厅和客厅是开放式的，沙发上的牛飞马跟餐桌前的何娟能相互看到彼此。就在何娟抬眼看牛飞马的时候，一粒米饭从筷子缝隙掉落到了地上。她低头看了一眼，然后接着夹菜吃饭。这几个动作被牛飞马尽收眼底，他忽然怒了，砰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，3两步走到何娟面前。米饭掉了，为什么不捡起来？浪费可耻，你不知道吗？话音未落，啪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了何娟的后脑勺上。您说这一巴掌有多重？何娟被打的整个身子向前一倾，鼻子碰到了餐盘上，瞬间就鲜血直流。这还不算，牛飞马紧接着抬腿一脚，正踢在何娟的小肚子上。何娟失去平衡，连同餐凳一起倒在地上了。正在此时，可惊坏了一个人，谁呀？何娟的妈妈，牛飞马的岳母康老太太。牛飞马进屋之前，康老太刚好上个厕所，等他从厕所出来后，一进客厅就看到眼前这一幕。啊，飞马，你怎么打人呀？问话的同时，他发现女儿的裤子红了。哎呀，不好，小娟，你出血了。飞马，你赶快，你媳妇她怀孕了，这可能会流产，赶快送她去医院。而牛飞马呢，听而不闻，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往沙发上一躺，还把眼睛给闭上了，闭目养神。康老太也顾不上生气，赶忙扶起女儿，带着她到楼下打出租车去了医院。原来啊，2天之前，何娟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丈夫牛飞马出差在外地，她就让母亲过来陪自己几天，想着等牛飞马回到家再告诉她，给她个惊喜。可真没想到，惊喜还没给牛飞马呢，他倒是给何娟来了个惊恐。医生经过处理，给何娟止了血，然后告诉他们说，孩子没了，但是还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当晚一夜无话，第2天一早，牛飞马来到医院，进病房就跪下了。老婆，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昨天可能是喝醉了，当时控制不了我自己呀。何娟有点不信，喝醉了，你身上酒味也不大呀。再说了，你一向知道节制，从来也没有醉过酒呀。是啊，我也纳闷呢，昨天本来不想喝，朱副经理他们几个人非要劝我，说这次拿下了大客户，怎么也得庆贺一下。最后没办法，我就喝了2杯，连1两酒也没有。但是快到家的时候，就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
像是喝多了的感觉。何娟和牛飞马结婚2年多了，小两口感情非常好，从来没有闹过矛盾。虽然牛飞马说的话，何娟觉得存在疑问，但还是选择相信了他。几天之后，何娟出院了，康老太太呢，也就直接回了自己家。过了些天，但说这天晚上，康老太太就觉得右眼皮直跳。她还挺迷信，心里就犯了嘀咕：哎呀，这会是有什么事吗？边这么想着，慢慢就睡着了。睡得正香呢，就听到有人喊她：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快醒醒，快醒醒，不好了！康老太马上惊醒，一看是自己的老伴儿何老头，坐在床头喊他呢：老婆子，你快去看看吧，咱闺女被那畜生牛飞马给害了，在米饭里下了毒，你赶快去救咱的宝贝女儿呀！啊，真的吗？我马上去，马上就去。说着话，康老太3下5除2，穿好衣服，下床蹬上鞋子就往外跑。可能是因为太着急了，脚下一绊，失去平衡，一个前扑，就摔向地面。康老太被吓得浑身一哆嗦，醒了，原来是一个噩梦。康老太躺在床上，回想刚才的梦境，太真实了，就跟真正发生了一样。但是她明白，肯定是梦啊，因为他的老伴何老头2年前就去世了。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糟了，这别是什么预兆吧？我可不能掉以轻心。于是他不等天亮，就起了床，下楼等公交，赶奔女儿家。到了何娟他们家，一敲门，何娟还没起床呢。等康老太进屋说了刚才的梦，何娟笑了：妈，您就是思虑过重了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自从上次那事儿之后，牛飞马对我更好了，您就放心吧。那次他就是酒喝多了，现在他戒酒了，说是以后要做到滴酒不沾。哦，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娘俩聊着天儿，何娟就留母亲在家住几天，康老太也就同意了。到了晚上，他们包好了3鲜馅的饺子，等着牛飞马下班回家。叮咚叮咚，门铃一响，何娟前去开门，进来的正是丈夫牛飞马。就见牛飞马进屋后，二话不说，抬手咚的一拳，就把何娟捶倒在地。扭头看见岳母康老太，抬起腿就是一脚，正踢在康老太的后腰上。康老太一个狗抢食，磕掉了1颗门牙。10分钟之后，康老太跟何娟这母女俩好不容易逃出家门，坐出租车去了医院。好在娘俩都是轻伤，处理好伤口之后，何娟就把牛飞马的情况向医生描述了一遍。医生说，这个情况不太好说，他除了喝酒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嗜好？何娟说，没有啊，其实酒他也很少喝，烟从来不抽，没什么特别的嗜好。后来医生建议说，最好带上你老公做个尿检，因为他的行为很像是吸毒了。简短截说，等到第2天，牛飞马清醒了，何娟就硬拉着他去做了尿检。结果出来之后，牛飞马简直不敢相信，他体内含毒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从来不吸那玩意儿，连见都没见过呀。最后他想起来了，
上次是朱副经理劝酒，这次是昨天下午朱副经理请他喝了一杯茶。难道问题是出在朱副经理身上？何娟就说：“老公，我看十有八九就是这朱副经理的问题。你想想看，你是公司经理，如果你出了问题，干不下去了，是不是他就有可能接替你的位置？到时候你的100万年薪不就是他的了吗？”于是他们到公安局报了案，经过调查，果然是那位朱副经理为了自己得道晋升，想要除掉他成功路上的所谓绊脚石、牛飞马，这才做出了违法犯罪的龌龊事。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审判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岳母康老太搬到女儿家一起生活。老太太拉着姑爷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很聪明，有能力，这么年轻就能在上市公司当大经理，可就是人太实了。不要忘了那句老话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”